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鬼叔，我是天津人，我个人从小就喜欢看鬼故事啥的，因为家里有位长辈是佛教居士，从小跟他见过，也经历过不少不太好解释的事儿。我呢就把一些见闻编辑成文档，自己呢偶尔回忆一下。结果半年前重装系统，那个文档就被格式化掉了。虽然都是些经历，大多数都还记得，不过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故事，蛮可惜的。昨天看到您更新的视频，突然想起来这事儿，就去文档的软件里看看我会不会有备份。然后呢，还真发现了其中一个最长的故事。这件事儿呢，是我做的一个梦，大概是201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。因为我当时上学是骑车去的，距离很远，每天呢都要来回骑行30公里，所以下午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睡觉。睡了大概2个半小时，醒来之后感觉头晕心慌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做的一个梦。我的姥姥是基督教的信徒，她有一本几十年历史的老圣经，姥姥呢把它给了我妈妈。我妈妈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，几乎是带着这本圣经游历了全国。和我爸结婚之后稳定下来，等我长大了就把这圣经留给了我。不过要说明，我个人并不是信基督的，但在那天下午头晕心慌的状态之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了那本圣经，从书架取下来就随意地翻开了一页。总之我读了一会儿，心慌的状态就缓和了下来，可能只是醒来之后的慌张吧。读点东西思绪能稳定下来，也没那么邪乎。不过我还是把这页折了一角记录了一下，然后回忆起了那个梦，发现还是非常清晰地记得内容，所以当时就把梦的过程记录了下来。梦里的视角非常奇怪，昏昏暗暗的，像是拉洋片，一幅画一幅画的在我面前抽。我看着画面内容，脑子里自动的就知道了故事的情节，但是毕竟是梦里，不太连贯，记录稍微为了衔接有润色。比如梦里的人物都没名字的，我靠着直觉起了名。下面我把记录的内容讲给大家，文笔不好，各位多担待。这是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一家4口，爸爸妈妈姐姐妹妹，姐姐小爱，妹妹小沁。小爱和小沁是一对双胞胎，都非常可爱漂亮懂事，性格也是十分相似，长相更是连父母有时候都分不清。一家人虽然并不富裕，但就是这么美好的生活着。爸爸辛苦工作，赚了钱去城里给2人一人买了一条连衣裙，一条红色的，一条是白色的。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时髦的洋装。2个人接过礼物都很礼貌地感谢了父亲。妹妹得到了白色的那件，姐姐则得到了红色的那件。一天中午，2姐妹各自穿着新衣出去玩，一直到了傍晚都还没回家。父母虽然知道2姐妹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但这也实在太晚了。他等呀等啊，夜都深了，按耐不住心里的担忧，便叫上了邻居一起寻找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一个穿着白色洋装的小女孩，手上腿上全都是泥，浑身是水，头发也被水浸湿了，正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晃地走过来。妈妈看到马上冲过去抱住了她。小沁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浑身是水的？发烧了可就不好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姐姐呢？女孩的表情有点惊讶，还有点呆滞，看起来是累得不行了，脸色苍白，又有点木讷，流下了2行眼泪。之后她表情突然扭曲起来，喉咙里带着哽咽，眼泪像是泉涌一样大哭了起来。姐姐，
她在南边的湖里。女孩哭得连话都听不清了。大人们马上组织人去南边的湖泊，是一个挺大的湖，山清水秀。女孩被打捞了上来，所有人都围在那儿。人群中间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泣不成声，女人的怀里抱着一个穿着红色洋装的小女孩，她的肩带断了一个。小庆低下头，哭着回忆起来：我今天和姐姐一起来玩，捕蜻蜓的时候，姐姐跌落在了水里，她不会游水，我本来打算救她，但我的力气不够大，扯破了她的衣服，还差点一起淹了下去。我勉强才上了岸，昏了好一阵，等我醒过来，就已经……说到这里，小女孩彻底的失声了。之后，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一直的吵架，妈妈更是大病了一场。爸爸为了给妈妈看病，四处借钱，但还是没能救回妈妈。在妈妈去世不久以后，家里根本连丧葬费都出不起，还总有人来追债。一天早上，女孩醒来的时候，爸爸就在厨房用菜刀割断了动脉，坐在血泊里，靠着灶台含恨而终。女孩看到了这个场景，表情上没有一丝的触动，她只是说了4个字：说谎了呢。小爱、小庆是双胞胎，两人拥有几乎相同的性格、相同的喜好、相同的知道用懂事的做法来掩饰。小爱和小庆实在是太像了，爸妈都分不清，就给两个人不同颜色的衣服、物品来分辨。他们觉得小爱是姐姐，庄严浪漫，艳丽的红色比较合适，而小庆是妹妹，天真烂漫，清纯的白色比较适合。但天生的东西似乎总是无法完全塑造的，两个人都喜欢白色，但姐姐永远也得不到。所以似乎从她懂事以来，妹妹总能得到好的、更称心如意的东西。她从来不宣泄自己的不满，只是说太好了，我很喜欢，谢谢爸爸妈妈。久了，她似乎比妹妹更善于隐藏自己的心情，这可能也成了两姐妹唯一的区别，那就是姐姐什么都接受，而妹妹却能说出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这天，两人穿着连衣裙到湖边去玩，两个人捉蜻蜓、采花朵。突然，姐姐第一次向妹妹提出了一个要求：你的裙子能不能借我穿穿？小庆听到以后头也不回，只是说我们去林子那边玩吧。说罢便跑走了。小爱的心沸腾了，如果只有自己一个孩子该多好，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喜欢的东西，而不用在乎父母的疲惫，可以任意的任性，反正只有自己一个。可是偏偏为什么有2个我呢？小爱习惯地装出了笑容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依然和小庆一起扑着蜻蜓。突然，小庆追蜻蜓的时候脚滑到了湖里，扑通一声，小庆掉了下去。小爱有点惊慌失措，不过两个人都经常玩水，都有一点水性，但这突如的状况却让2个孩子都慌了神。小庆在水里喊着姐姐救我，但也没有沉下去。小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下水点，下了水，到妹妹身边，拉着妹妹往回游。突然看见妹妹的白色裙子，心里的那种悲愤竟然涌上了心头。如果只有我自己这一个孩子，该多好呢？小爱用手摁着小庆的头压进了水里，小庆被姐姐的行为吓到了，死死地扯着姐姐的衣服。她想喊姐你在干什么，但是想说话却多灌了几口水。意识越来越模糊，求生的欲望越来越强，死抓着姐姐胸口的衣服，还扯断了她的肩带。但灌了太多的水，已经没办法了。
小爱突然似乎惊醒了一般，再想收手已经太迟了，自己花费了太多的力气，只能自己一个人上了岸，盯着水里不知是死了还是昏了的妹妹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小爱才再下水，拖着小青的身躯游到了岸上。妹妹还没死，但休克了，也因此没有再灌进去更多的水。可小爱的内心七上八下，想着该怎么解释，该怎么办。回去了，如果说了实话，自己又该如何呢？他又把眼神飘回了妹妹身上的白色洋装。有了，他把自己的衣服和妹妹的衣服交换了过来，把妹妹从他跌下去的位置又推了一下。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，他看着太阳的余晖，邪恶地笑了一下，却看到水上有一团黑色的影子一点点地吞噬着妹妹的身躯。他被这景象再次的吓到，便快速地朝家的方向跑回去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再之后，邻居家的人用船在水上找到了小沁的躯体，小沁已经死了。之后，小爱的家庭情况一落千丈。小爱看到一团浆糊一般的黑色影子一直缠绕着妈妈，她不敢说，没多久妈妈就病死了。爸爸在妈妈死后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而小爱一直看着一团黑影缠着一把刀，始终搭在了爸爸的手腕上。一直到那天，小爱看到爸爸在厨房坐在血泊中的尸体。说谎了呢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